2025最后一条财经视频，不说废话，只讲精华，不争第一，不当老二，只想稳稳向前的2026年经济，机会藏在哪里？很难相信，在经历了 AI 狂热、地缘震荡和无数个见证历史的交易日之后，大家对未来的期待竟然集体从一夜暴富降低成了稳当点就行。可惜，这出期待全球一起飞驰人生的爽文剧本，2025年大概率是拿不到了。听财阀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最近多家机构的2026年展望都透露出一个信号，增长会有，但惊喜不多，机会遍地，但得猫要细找。那么让全球经济画风突变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也不怪之前大家总想一把梭哈，单车变摩托。往前倒几年，在移动互联网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增长的故事是真性感。要追溯起来，那种站在风口猪都能起飞的普遍红利期，可能真的暂时告一段落了。但2025年这股求稳的范儿，很大程度上是被几盆现实冷水给浇出来的。第一，回顾2025年，美国挥舞的关税大棒成了贯穿全年的最热风险源。从汽车、钢铝到半导体，一系列对等关税不仅砸向了贸易伙伴，也通过推高成本抑制需求，反过来拖累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增速。经合组织 OECD 预计，美国经济增速将从2024年的 2.8% 降至2025年的 2.0%。这出戏告诉大家，杀敌1000，自损800，可能还是乐观了。第二，金价为何狂飙？本质上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市场对美元和美国债务的深层焦虑。美国政府债务雪球越滚越大，联邦政府甚至一度停摆，都在加剧这种担忧。于是，从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到一些国家尝试在石油贸易中去美元化，大家用脚投票，开始寻找美元的备胎。第三，前些年为了应对危机，全球央行开的放水，这剂猛药副作用开始显现。高通胀虽然被按住了，但留下来的高利率后遗症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企业投资和消费者的大额支出上。大家借钱没那么容易了，花钱也更犹豫了。第四， AI 很牛，前景无限，这谁都同意。但他像一位天赋极高但尚未完全成熟的少年球星，能给球队带来希望，却还不能立刻闪耀全场拿下冠军。从技术突破到广泛盈利，中间隔着漫长的落地、适配和成本优化。市场从最初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开始有点不耐烦地问，说好的生产力革命，具体啥时候能体现在我公司的财报上？你还别说，这几分冷水泼下来，虽然让人打了个激灵，但头脑确实清醒不少。投资和创业的逻辑从铺摊子、占赛道悄悄转向了练内功、求利润。说2025年的机会是淘金热后的精炼厂阶段，可能挺形象。躁动的人潮散去，真正留下来用专业设备筛洗金沙的人才能找到真金。当然了，经济要向前拱，总得有点新东西。那些纯靠 PPT 融资的元宇宙级梦想我们就不提了。目前看来，2026年的机会可能藏在几条看起来不太性感的主线里。第一条线叫国产化的深水区，这不是几年前卡脖子的时代，而是进入到了好用又便宜的务实比拼阶段。比如 AI 芯片不仅要能造出来，还要能让更多的公司用得起、用得好。工业软件不仅要替代国外产品，还要能真正融入生产流程，提升效率。第二条线叫消费的人间烟火气。经历了买买买的狂热和紧缩的恐慌后，消费者好像进化了，大家不是不花钱，而是更会花钱了。钱要花在刀刃上，这个刀刃可能是极致的性价比，也可能是极致的情绪价值。比如一场治愈的旅行，一个能展示品味的小众品牌。所以能提供治愈系、体验感或质价比的消费赛道依然有金矿，比如本土户外品牌、特色城市旅游、为兴趣买单的社群经济等。第三条线叫传统产业的科技变身，这可能是最大的隐藏副本。想想看， AI 大模型最直接产生价值的场景，未必是造出一个炫酷的机器人，而是帮一家传统的制造厂优化了排产计划，节省了千万成本，或是帮一个老农场精准施肥灌溉，提升了产量。2026年 AI 加数据加对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深度改造，会冒出很多闷声发财的例子。机会属于那些既懂传统行业门道，又具备新技术整合能力的跨界杀手。如果说前几年是看谁故事讲的宏大，那么2026年可能要看谁细节做的扎实。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呢，2026年的生存法则可能需要更新一下版本。以前是选择大于努力，追上一个风口就能起飞，现在可能是努力做好选择，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积累。与其焦虑地追逐每一个热门概念，不如深耕自己所在的行业，看看如何用新的工具，比如 AI 提升自己的效率和不可替代性。
与其幻想投资暴富，不如把家庭财务的安全垫加厚一点，然后拿出不影响生活的小部分资金，去支持或参与那些你看好的务实创新。但实话实说，在普遍期待降低、竞争却一点没减少的当下，想靠投机取巧撞大运，难度系数确实爆表。2026年的机会更像是一场专业和耐力的马拉松，奖励那些目光坚定、步伐稳健的选手。风可能不会再把猪吹上天了，但会一直吹拂那些已经张开翅膀认真练习滑翔的人。